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3月7号。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提到，你如果真的还有长线的资金，也就是2万开始没有听我的建议，在这整个底部的区间没有在长线抄底比特币，现在我是感觉可以买哦，因为 25K 也是跟大家建议不要追。现在空间已经回来的话，你如果真的要配置长线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买，因为今天早上也是有看到昨天的一则消息 ，Bitcoin Magazine 它是也发了一条推特，提醒很多欧美的投资者，比特币减半的时间现在仅剩413天了。但是我看到 BTC1233上面这一个网站提醒的时间，好像是有出入哦，是不是在2024年的5月9号开始会减半？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你不要等到真正要减半的时候才要进场去布局比特币。历史上比特币减半的时间都是会提前上涨一大波。这个位置2020年5月份减半，价格已经来到1万，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，价格是在3000美金，或者是16年7月份比特币减半，价格也是来到500、600美金附近。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年多以前，15年初的时候，这边价格是在150到200美金。所以这一次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啊，现在是2023年或者是2022年，2万、1万9计划开始抄底，1万5也是抄底，抄的我个人是基本上没有多少资金了。反正你如果真的长线要配置的话，该买还是要买，或者等下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。有些朋友是担心会不会这边有一个喇叭的形态不太漂亮，有没有可能再压回到这一个200的一个均线？等下再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聊一下，也就是这一个吹喇叭的形态。我是感觉不重要啊，你如果真的是长线的投资者，前面 15K 没有听我的建议，我个人 15K 的多单还在爆啊，包括这几天跌下来，其实我是感觉空间够了，包括狗狗币的多单50倍的杠杆，目前也是在爆啊，不过数量其实很少啊。那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一个喇叭的形态，是没错，以往的经验，如果是在一波空间高档的位置看到这种大举的吹喇叭，就是说明主力每一次拉的高点都是在拉高，但是它压回的低点，每一次压回的低点，也是在压低，也是说明有可能筹码是有松动的迹象，就是这种形态看到的时候，比如说它喇叭吹得太大，是有可能是筹码在松动。但是我想跟大家提醒，我们可是在计划，它这边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就是你看短线的空间，它只涨了40%。我感觉这一个喇叭的形态不一定是一个喇叭。如果你看到未来涨了1年多，比如说这种涨了1年多，它在高档的位置，比如说收这种上升楔形，或者是这种位置，是不是一个上升楔形？看到这种整理形态的时候，高档振幅比较大，你到时候再去小心。现在的空间，我的观点是它并没有涨了1年多，或者是将来有没有可能来到10万的高位，再看到这种形态，你到时候要小心。那另外浪形，昨天是有跟大家在提到，比如说目前如果是一个 ABC 的结构，也是不排除哦，因为前面这边有一个1、2、3、4、5是非常的明显。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目前有可能是在整个大级别里面的 ABC 调整浪，也就是这是一个大一浪，目前可能是在走 ABC。至于这边是不是一个 ABC， 会不会再一个 ABC， 再一个 ABC， 也是都有可能啊，或者是破这个低点也是都有可能。然后有些朋友比较担心的，他有没有可能破到这一个200的 MA？ 因为昨天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就是你大长线该买还是要买啊。25K 建议朋友们不要追，现在下来的话，又在担心会不会又跌到这个200 MA， 概率是有可能，但是可能性是很少啊。或者是你担心的情况下，长线你可以留那么一点资金，反它会不会再跌到这个200 MA？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00的 MA， 它现在是这边不是有一个 N 型，当时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如果这个 N 型破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，就是这个 N 型的一个转折位，这边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我的观点是，其实很接近这个 MA，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比特币周线的这一个牛熊线啊，牛熊线以往的经验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它如果是在
这两条牛熊线的上方，一个是20的 MA， 还有一个是20的 EMA， 只要它能站在这一个均线上方，比如说当时疫情20年，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，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当时这一个右肩它其实就是在画一个矩形，矩形价格是全部站在这一个牛熊线的上方，后面是有突破，但是还是在一个矩形的结构，也是在横盘，价格全部站在这个牛熊线的上方。等到真正要开始产量减半的时候，已经开始一波分流，就是有可能在这种整理的区间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你尽量压回的低档来买。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它价格是站在这一个牛熊线上方，所以我的观点，如果这边真的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，目前是在右肩的结构，它时间会不会横盘到今年的6月份？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它这一个位置右肩的区间，它是比这个左肩感觉是要高啊。以往的经验，头肩底的形态有时候是确实可以看到右肩的形态是要比左肩要高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当时疫情起来之后，这边右肩的时间是不是它的空间会比左肩的要高？所以预示着有可能价格整理到位以后，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位，到时候方向应该也是要往上去看的。目前我的观点，长线你还是一样，尽量给我拿住，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其实之前在2万或者是1万5下方有听我建议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不然1年以后再来看我的视频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也就是它这个整理区间崩盘以后，其实重心没有继续往下移哦，也就是这几天感觉1根、2根、3根，已经第4根了。你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走势，价格应该是要继续再往下破哦。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，比如说以往的一些经验，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在整个4万8下跌开始，它整个里面几个重要的整理区间破位以后，空头的走势，每一次 K 线的收盘价，每一天都是收盘价一直在往下移。就是这一个位置啊，中心是不断在往下移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整理到位以后，它只要有破位，第二天的收盘价会比前面一天的收盘价要低，后面一天的收盘价也是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要低，再后面的一天收盘价也是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要低。所以现在的一个形态可以看到，就这一根它收盘价比这一根收盘价要低，但是第二天马上收盘价又来到这个上方，然后昨天的收盘价是比前面这一根要低，但是今天的感觉现在价格又在这个位置，所以目前的观点有可能就是在区间震荡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4个小时的这一个 K 线啊，现在基本上就是横在一条线上，跟那个日线是有一定的参考性啊。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走势，它这边区间整理完破位，你为什么第二根不继续往下灌，或者第3根应该价格也是继续往下走低啊？不应该像这种就是横在这一条线上。所以也是跟大家讲，长线你如果真的要买，现在空间已经是打出来了，25K 建议朋友们不要买，这个位置你长线该买还是要买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